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有料的话题，全球人口最多的10大种族。想知道谁是人口界的王者？是我们汉族，还是非洲人？别急，记得先订阅加点赞，准备好了吗？冲吧！第10名，回族。回族人口约1036万，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，如宁夏回族自治区、甘肃、青海以及河南、云南等地。要注意的是，回族和信奉伊斯兰教徒是两回事。回族是中国56个官方民族之一，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，但其文化和历史与中国其他民族，特别是汉族有深厚的融合。但信奉伊斯兰教的全球穆斯林人口约20亿，涵盖多个民族，如阿拉伯人、印尼人，而回族是中国特有的民族，人口规模远小于全球穆斯林群体。回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丝绸之路，当时阿拉伯、波斯等地的商人使者沿商路进入中国，与当地汉族、蒙古族等通婚，逐渐形成回族。元朝时期，大量中亚穆斯林迁入中国，担任官员、工匠，进一步丰富了回族的基因和文化。明清时期，回族逐渐定型为一个独立的民族，保留伊斯兰教信仰，同时吸收汉族语言和生活方式。回族的形成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，既有中亚血统，也有汉族文化的深厚影响。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其核心特征，但与中国其他穆斯林民族，比如维吾尔族，回族主要使用汉语书写汉字，文化上与汉族高度融合。回族以清真、halal饮食闻名，羊肉泡馍、牛肉面、烤羊串等美食香飘全国。你吃过西安的羊肉泡馍没？那碗汤浓面韧的美味，简直是回族文化的味蕾代表。回族人严格遵循清真规则，禁食猪肉，食材处理有讲究，体现了对信仰的虔诚。回族人以清真寺为中心进行宗教活动，如每日5次礼拜、斋月、开斋节、古尔邦节等。宁夏的银川、甘肃的临夏等地，清真寺的穹顶和宣礼塔是当地地标，吸引无数游客。回族男性常戴白色小帽，女性部分佩戴盖头，尤其在宗教场合。他们的礼仪注重尊重长辈和邻里，待客热情，端杯盖碗茶的姿势优雅。回族在中国历史上贡献巨大，明朝的航海家郑和就是回族人，他的七下西洋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，让中国文化远播海外。现代回族在商贸、餐饮、教育等领域也非常活跃，全国各地的清真餐厅几乎都由回族人经营，兰州拉面更是成了全球化的中国美食名片。第9名，犹太人。全球影响力超群的少数族群，人口约1580万，主要分布在以色列约720万，占全球犹太人的45%，美国约630万，占40%，法国约44万，以及加拿大、英国、阿根廷等地。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智慧对全球影响深远，从科学到艺术，从金融到娱乐，犹太人的足迹无处不在。犹太人的历史可追溯到约4000年前的古代以色列，起源于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及其后裔。以色列地也称迦南地，是犹太人的历史家园。但公元70年，罗马帝国摧毁第2圣殿后，犹太人开始流散，散布到欧洲、中东、北非等地。近代19世纪的欧洲反犹主义和2战期间的大屠杀，600万犹太人遇难，深刻影响了犹太人的人口和分布。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，大量犹太人通过回归法移民以色列，人口从80万增至如今的720万。犹太人的历史是坚韧与适应的史诗，充满挑战与复兴。犹太教是世界最古老的一神教，托拉是其核心经典。重要节日包括逾越节、光明节、赎罪日、忏悔与祈祷。这些节日不仅有宗教意义，还充满家庭团聚的温馨。有趣的是，逾越节的家宴上，犹太人吃无酵饼，因为传说中逃离埃及时没时间等面包发酵，速度就是一切。犹太美食融合了中东、欧洲和北非风味，
如以色列的法拉费 （falafel）、纽约的百吉饼 （bagel）、东欧的犹太饺子 （knish）。清真饮食规则严格，比如不吃猪肉，肉奶分离，体现了对信仰的虔诚。那么你试过百吉饼配奶油奶酪没？那可是犹太美食的经典。犹太人以对知识的热爱闻名，平均每人每年读12本书，远超全球平均水平。诺贝尔奖得主中有约20%是犹太人，包括爱因斯坦、鲍勃·迪伦、冯·诺依曼。好莱坞的许多大佬，如斯皮尔伯格、伍迪·艾伦，都是犹太人。他们的电影、音乐、文学作品深刻影响全球流行文化。比如，斯皮尔伯格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让全世界重新审视大屠杀的历史。犹太人对全球的贡献难以计数。从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到计算机领域的图灵奖得主，犹太人在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。金融界如摩根大通的创始人 J.P. 摩根家族、投资家巴菲特等，都有犹太文化背景的影响。现代科技公司如谷歌的谢尔盖·布林、Facebook 的扎克伯格，也由犹太人共同创立。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被誉为犹太智慧。以色列的犹太人活跃在高科技领域，特拉维夫被誉为中东硅谷，初创企业密度全球领先。美国犹太人多从事金融、教育、娱乐行业，纽约的犹太社区甚至有自己的报纸和文化节。欧洲的犹太社区虽因历史原因规模较小，但文化活动丰富，如伦敦的犹太博物馆、巴黎的犹太艺术展。犹太青年还热衷社交媒体，分享从传统节日到现代生活的点滴，超会玩。第8名，日本人。全球文化输出的超级巨星，人口约1亿2500万，几乎全部集中于日本，构成了世界上最为单一的民族群体之一。他们的文化影响力席卷全球，从动漫到美食，从科技到传统艺术，日本的标签无处不在。你是不是也超爱《鬼灭之刃》，或者一口寿司下肚的满足感？日本人以其独特的创新精神和精致文化闻名，堪称东亚的文化名片。日本人几乎全部居住在日本本土，海外日侨较少，主要分布在美国约140万、巴西约120万等地。日本是一个岛国，人口高度集中于城市，如 Tokyo、Osaka、Kyoto， 形成了高度同质的民族结构，少数族裔占比极低，人口密度高。东京圈是全球最繁忙的都市圈之一，每平方公里约3400人，热闹程度堪比一场永不落幕的动漫展。日本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列岛的早期居民，考古证据显示，约公元前3000年的绳文时代已有定居文化。公元3世纪的弥生时代，农业和文化进一步发展，形成了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基础。中世纪的武士文化，江户时期的闭关锁国，明治维新的现代化，塑造了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格。纪律严明，注重集体和谐。近代以来，日本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全球化，成为文化与科技的输出大国。日本是动漫和游戏的圣地，海贼王、火影忍者、塞尔达传说等席卷全球。Anime 风潮让宅文化成为国际现象。日本的 cosplay 文化更是全球粉丝的狂欢盛宴，每年 Comic Market 吸引无数人打扮成动漫角色，热闹的像二次元世界的春晚。第7名，俄罗斯人。这种族人口约1亿3400万，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，如乌克兰、白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等地。俄罗斯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广阔的地理跨度和强大的资源实力闻名，堪称战斗民族的代名词。俄罗斯是全球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，横跨11个时区，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部分，比如莫斯科约1250万人，圣彼得堡约550万人。前苏联国家也有大量俄罗斯族裔，如乌克兰约300万俄罗斯人，哈萨克斯坦约360万。城市化率高，约74%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，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人口稀疏，密度低至每平方公里3人。俄罗斯人的起源可追溯到9世纪的基辅罗斯，
斯拉夫人与维京人融合，形成了早期东斯拉夫文化。13世纪蒙古入侵后，罗斯分裂，逐渐形成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等族群。16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崛起，奠定了现代俄罗斯的基础。沙皇时代、苏联时期到现代联邦，俄罗斯人经历了从农奴制到工业化，从冷战到全球化的巨变。苏联时期，俄罗斯人主导了航天技术，发射了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和首位宇航员加加林。历史上的苦难与荣耀塑造了俄罗斯人坚韧豪放的性格。俄罗斯菜以抗寒著称，罗宋汤 borscht 红的像红肠，酸黄瓜和黑面包是日常标配。伏特加是国民饮品，一口下去，感觉冬天都不冷了。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的主要信仰。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五彩斑斓，像童话里的糖果屋。东正教圣诞节和复活节是盛大节日，教堂钟声一响，整个城市都沉浸在神圣氛围中。军事上，俄罗斯是全球第2大军事强国 ，T-34坦克和 AK-47步枪名震天下。能源方面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，天然气出口占全球 30%， 让欧洲冬天暖洋洋。文学和科学领域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、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都是俄罗斯人的骄傲。俄罗斯人兼具传统与现代气息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国际化大都市，年轻人玩转社交媒体，抖音上跳俄罗斯民间舞的视频火遍全球。乡村地区的俄罗斯人依然保留传统生活，冬天滑雪，夏天钓鱼，生活悠然自得。俄罗斯的战斗民族梗火遍网络，冬天跳冰壶，徒手劈柴，个个都是硬汉。第6名，孟加拉人。孟加拉人人口约2亿5千万，主要分布在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，以及英国、美国、中东等地的侨民社区。他们以丰富的文学传统、独特的美食和充满活力的文化闻名，是南亚文化的璀璨明珠。孟加拉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恒河三角洲，早期居民融合了南亚土著、雅利安人和外来文化。8世纪的帕拉王朝时期，孟加拉地区成为佛教和文化的中心，建有世界最早的大学之一那烂陀大学。13世纪后，伊斯兰教传入，孟加拉成为穆斯林统治的中心，留下清真寺和波斯文学影响。英国殖民时期，加尔各答是英属印度首都。孟加拉人领导了文艺复兴和独立运动。1947年印巴分治，孟加拉分裂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。1971年，孟加拉国独立，建立了以孟加拉语为根基的国家。孟加拉人的历史是文化融合与抗争的传奇。孟加拉菜以鱼和米饭为主，恒河鱼鲜美到能游进你的心，鱼头咖喱辣的让人飞上天，搭配白米饭简直是人间美味。甜点 Rasgala 奶球和 Mishti Doi 酸奶甜到让人幸福感爆棚。孟加拉人爱用芥末油烹饪，香气浓到邻居都来问菜谱。孟加拉人 90% 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和 10% 印度教，节日丰富多彩。杜尔加节是西孟加拉邦的狂欢，巨大女神像游行街头，热闹的像南亚的春晚。开斋节在孟加拉国盛大，家家户户分享牛肉咖喱和甜点。孟加拉新年全民穿红白服饰，街上歌舞不断。第5名，达罗毗荼人。达罗毗荼人，印度南部的文化瑰宝，人口约2亿5千万，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、卡纳塔克邦、喀拉拉邦、安德拉邦等地，以及斯里兰卡的部分地区。他们以独特的语言、古老的传统和丰富的艺术闻名，是南亚文化的核心支柱之一。达罗毗荼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的4个主要邦：泰米尔纳德邦约7200万人，卡纳塔克邦约7000万人，喀拉拉邦约3500万人，安德拉邦约8400万人。此外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约300万人，以及马来西亚、
新加坡、加拿大的达罗毗荼侨民约500万人也构成重要部分。达罗毗荼人主要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语言，如泰米尔语、卡纳达语、泰卢固语、马拉雅拉姆语，城市化率较高。班加罗尔和钦奈是主要文化与经济中心。达罗毗荼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河文明，可能是南亚最早的居民之一。他们的文化与北方的雅利安人形成鲜明对比，保留了独特的语言和传统。古代达罗毗荼文明，如南印的诸罗王朝、帕拉瓦王朝，建造了宏伟的神庙和港口，促进了与东南亚的贸易。中世纪，达罗毗荼文化在南印繁荣。维察耶纳加尔帝国的建筑至今令人叹为观止。殖民时期和现代，达罗毗荼人积极参与印度独立运动，并在科技、教育领域崭露头角。达罗毗荼菜以辣味和米饭为主 ，dosa、idli、sambar 是早餐神器，辣到让你边吃边喊救命。椰子、香料和海鲜是南印菜的灵魂。喀拉拉邦的鱼咖喱香到隔壁邻居都来敲门。素食文化盛行，泰米尔纳德邦的素食套餐 Sali 摆满20种菜，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。达罗毗荼人主要信仰印度教，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神庙遍布南印。麦索尔的帕拉瓦神庙雕刻精美，堪称建筑奇迹。节日如 Pongal 丰收节热闹非凡，家家户户煮甜米饭，街上彩色图案满地开花。泰米尔新年和 Deepavali 屠妖节也是盛大庆典，烟花和灯笼点亮夜空。农村地区的达罗毗荼人依然保留传统，节日时跳 Kolatam， 热闹的像村里的世界杯。第4名，阿拉伯人。阿拉伯人，对，就是头上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的那个，人口约4亿2200万，广泛分布在中东和北非的22个阿拉伯国家，包括埃及1.1亿、沙特阿拉伯3600万、阿尔及利亚4600万等，以及欧洲、北美等地的侨民社区。海外阿拉伯侨民约5000万，集中在法国、美国、巴西等地。阿拉伯人主要使用阿拉伯语，也是全球第6大语言，城市化率较高。开罗、利雅得、巴格达是主要文化中心。阿拉伯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阿拉伯半岛，闪族部落以游牧为主，逐渐形成以阿拉伯语为核心的民族认同。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，阿拉伯人通过征服和贸易将文化传播到中东、北非、西班牙，建立了倭马亚和阿拔斯王朝，缔造了黄金时代。这一时期，阿拉伯人发明了代数学，翻译了希腊哲学，建起了巴格达的智慧之家。近代，奥斯曼帝国解体后，阿拉伯国家逐渐独立，石油经济崛起，沙特、阿联酋成为全球能源巨头。阿拉伯菜以香料和烤肉为主 ，shawarma 烤肉卷、hummus 鹰嘴豆泥、falafel 炸豆丸是全球美食界的明星。阿拉伯咖啡用小杯盛，浓到能提神一整天。甜点 baklava 酥脆香甜，吃一口就像在沙漠里找到蜜糖。阿拉伯音乐以乌德琴为主，旋律缠绵如沙漠风。肚皮舞起源于埃及，舞者腰肢扭动，节奏感强到让人想加入。大多数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，斋月和开斋节是盛大庆典，家人团聚分享美食，街头灯火通明。基督教阿拉伯人有自己的节日，如黎巴嫩的圣诞节，教堂钟声和阿拉伯甜点交织出独特氛围。第3名，印度雅利安人。印度雅利安人人口约12亿，主要分布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各邦，比如北方邦、比哈尔邦、拉贾斯坦邦、哈里亚纳邦、中央邦等。海外侨民约3000万，集中在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海湾国家等。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就像恒河的波涛，古老又充满活力，席卷全球。印度雅利安人主要使用印欧语系语言，印地语是最大语言，6亿人使用。旁遮普语、古吉拉特语等也广泛流行，其他包括旁遮普语、乌尔都语、古吉拉特语等。人口密度高，德里和孟买是主要文化与经济中心。
城市化率约 35%。印度雅利安人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吠陀时代。雅利安部落从中亚迁入印度西北部，与本地文化融合，形成了吠陀文明。离句吠陀等经典奠定了印度教的基础，种姓制度也由此萌芽。古代的孔雀王朝统一北部，传播佛教和雅利安文化。中世纪，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帝国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多样性。英国殖民时期，印度雅利安人领导了独立运动，甘地、尼赫鲁等领袖多出自这一群体。现代，印度雅利安人在科技、文化、政治领域持续影响全球。他们的历史是融合与创新的史诗。印度雅利安菜以咖喱和香料为主 ，butter chicken 黄油鸡、paneer tikka 奶酪串烧、biryani 香饭香到让人停不下嘴。naan 面包蘸咖喱简直是味蕾的狂欢。甜点 gulab jamun 甜的像蜜，节日必备。素食文化盛行，约 40% 的印度雅利安人是素食主义者。古代，吠陀数学和零的概念奠定了现代数学基础。佛教由北部传播至亚洲。现代硅谷的科技巨头如谷歌 CEO 桑达尔、皮查伊、微软 CEO 萨蒂亚·纳德拉都是印度雅利安人。印度 IT 产业占全球外包市场的 55%。宝莱坞电影和瑜伽风靡全球，2023年全球瑜伽市场价值超1000亿美元。农村地区保留传统，农民用牛车耕田，节日时全村跳 Gabra 舞。社交媒体上，印度雅利安网红分享 Sari 穿搭和街头美食，视频点赞量轻松破100万。教育水平提升，印度理工学院 IIT 毕业生是全球科技公司的抢手货。第二名，汉族。汉族人口约13亿，占全球人口的 16%， 是中国大陆的主导民族，也是全球唐人街的文化支柱。他们以悠久的历史、丰富的文化和4大发明改变了世界。汉族的文化就像长江黄河，绵延千年，波澜壮阔，影响全球。根据估计，汉族人口约为13亿，占中国大陆14亿人口的 92%， 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各省市，尤以东部沿海地区，如广东、江苏、山东等地人口密集。广东人口约 1.3亿，山东约1亿。海外华人约6000万，集中在亚洲的台湾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，北美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地。汉族主要使用汉语及方言如粤语、闽南语等等等。城市化率高，上海2400万人，北京2100万是主要中心。早高峰地铁人挤人，堪称人体方块游戏，热闹的像春运现场。汉族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的黄河流域，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奠定了早期农业基础。夏商周3代形成了汉族的文化雏形。公元前221年的秦朝统一6国，确立了汉这一族群名称。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朝，进一步巩固了汉族的语言、文化和政治体系。丝绸之路传播了汉文化至中亚。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清，汉族文化吸收了多民族元素，形成了书法、儒家、武术等独特传统。近代，汉族主导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，海外华人也在全球经济、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汉族的历史是融合与传承的史诗。汉语是全球使用最广的语言，约15亿人使用。汉字书法美得像画，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等经典承载千年智慧。成语如卧薪尝胆，个个有故事，随口一句就是历史课。汉族菜系丰富，川菜辣到冒火，粤菜清淡鲜美。8大菜系如鲁、川、粤、苏、闽浙湘徽各有千秋。饺子、汤圆、火锅，哪样不让人垂涎？北京烤鸭皮脆肉嫩，吃一口就懂啥叫幸福。节日甜点如月饼，咬一口满嘴团圆味。汉族主要信仰儒家、道教、佛教。春节是最大节日，烟花、红包、春联让全球唐人皆沸腾。
中秋节吃月饼赏月，浪漫的像古诗。民间信仰如拜财神，祈福仪式接地气又热闹。京剧脸谱色彩斑斓，唱腔高亢如史诗。剪纸、风筝、武术展现汉族匠心。春节的舞龙舞狮动作威猛，围观群众都能嗨翻天。汉族的贡献改写了人类历史。古代4大发明，比如指南针、火药、造纸术、印刷术，推动了全球文明。造纸术让知识传播飞速。现代中国高铁全球第一，5G 技术、电商平台都是由汉族主导。2023年中国 GDP 约18万亿美元，全球第2。海外华人也在科技、金融领域发光。硅谷的华人工程师占比超10%。文化上，汉字、春节、功夫电影如李小龙席卷全球。上海、北京是国际化大都市，年轻人追潮流刷短视频，直播卖货火遍全国。农村地区保留传统，春节贴春联包饺子，温馨的像老电影。科技方面，汉族工程师推动 AI 量子计算，中国专利申请量全球第1。社交媒体上，汉族网红分享国风穿搭和美食教程，点赞量轻松破亿。汉族以13亿人口撑起全球文化的半壁江山。从4大发明到高铁，从春节到功夫，他们的影响力无处不在。第1名，非洲人。非洲人，全球民族多样性的王者，人口约14亿，涵盖非洲大陆54个国家，数千个民族。主要国家包括尼日利亚、埃塞俄比亚、肯尼亚、南非。海外非洲裔约1.5亿，集中在美国、巴西、加勒比地区。非洲语言超过2000种，包括斯瓦希里语、豪萨语、约鲁巴语等。城市化率约45%。拉各斯、约翰内斯堡、奈罗毕是主要中心。非洲人的历史跨越数万年，是人类的发源地。约20万年前，现代智人起源于东非。古代文明如马里帝国的廷巴克图、津巴布韦大石城展示了非洲的辉煌。15世纪起，欧洲殖民和奴隶贸易对非洲造成深远影响，但非洲民族展现了惊人韧性。20世纪，非洲国家陆续独立，尼日利亚、南非等成为区域强国。非洲的历史是多元文化的交汇，融合了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，孕育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多样性。非洲菜多样，尼日利亚的 jollof 米饭辣中带香，席卷西非餐桌。埃塞俄比亚的 injera 酸饼配 doro wat 辣鸡炖菜，酸辣交织，让人上瘾。南非的 braai 烧烤，烟熏味十足，聚会必备。西非的花生汤，浓郁的像抱抱你的胃。非洲音乐是全球流行音乐的根源， Afrobeats 席卷全球， Burna Boy、Wizkid 的歌曲火遍 Spotify。非洲鼓 Jam 节奏热烈，舞者跳 Azanto 或开 Zamba， 活力能点燃全场。小彩蛋，非洲舞步随意又带感，学一次就像给生活加了 BGM。非洲人对全球的贡献深远。古代，马里帝国的廷巴克图是学术中心，吸引全球学者。现代，非洲的矿产资源如黄金、钻石和钴等，占全球供应50%以上，支撑科技产业。尼日利亚的 GDP 约4000亿美元，非洲第1。你是不是没想到非洲人的人口有那么多，而且还是我们的祖先？快留言告诉我们你最爱哪个族群的文化吧！记得订阅加点赞，让我们一起探索全球的多元魅力。我们下期见。